完成安装 KiCad 后，即可利用 KiCad 进行电路图的绘制与印刷电路板的设计。这一节就让我们先来认识 KiCad 的工程管理视窗以及其中的应用程式。双击电脑桌面上的 KiCad 捷径图示，开启 KiCad， 进入 KiCad 首页工程管理视窗。工程管理视窗也称为专案管理视窗，共分成标题列、功能表列、左侧工具栏、工程总管栏、应用程式栏及状态列等6个区域。接下来说明各个区域的内容。标题列左边显示 KiCad 的版本，若有开启工程，则会增加显示工程档名。右边则有最小化、最大化或还原及关闭等按钮。功能表列分别有档案、编辑、检视、工具、偏好设定、帮助等6个下拉式功能表。左侧工具栏从上到下分别为新建工程、开启工程、压缩工程、解压工程、重新整理、开启工程目录等6个常用命令。工程总管栏在此显示工程目录及其档案资料夹，就像档案总管一样，可开启 KiCad 工程目录中的各个档案和资料夹。应用程式执行按钮栏分别有原理图编辑器、符号编辑器、PCB 编辑器、封装编辑器、胳膊档案检视器、图片转换器、计算器工具、图纸编辑器、外挂和工具管理器等9个执行按钮。最下面的是状态列，除了显示目前工程所在的路径外，右侧则有一个讯息通知的小铃铛。工程管理视窗每一个功能表下的命令左侧都会有一个按钮图示，这个图示就相当于该命令的功能。右侧则是执行该命令的快捷键，若有大于符号，则表示此命令可拉出次功能表。若是要了解 KiCad 提供了哪些快捷键，可以单击帮助选单中的快捷键列表。从快捷键列表视窗中就可以看到 KiCad 所提供的快捷键。另外，为了让您有通盘的认识，我们整理了工程管理视窗的6个功能表内容，如图所示。KiCad 是由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式所组成，其中一些整合在一起，以促进印刷电路板设计的工作流程，另一些则是独立的。在这些应用程式中，最常用的就是原理图编辑器跟 PCB 编辑器。但是在应用这2个编辑器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建立新工程，或是开启一个旧工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会出现像类似这样子的讯息来提醒你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个旧工程来简介这些应用程式的功能。在功能表列单击档案，再单击开启工程，出现开启已有工程视窗，双击 Pick Programmer 工程档，在工程总管栏位中出现的载入的 Pick Programmer 工程档，并且在标题列的左侧也有它的工程档案名称。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，出现原理图编辑器视窗。这个应用程式称为 Schema， 我们使用 Schema 来绘制原理图，又称电路图。而原理图是提供 PCB 编辑器使用的所有必要资讯。Schema 也是您开始新的 KiCad 工程专案时使用的第一个应用程式。单击关闭，单击符号编辑器按钮，出现符号编辑器视窗。这里提供的
电子元件符号库的管理、新增和修改。单击关闭。单击 PCB 编辑器按钮。出现 PCB 编辑器视窗，这个应用程式称为 PCB New。我们使用 PCB New 来完成电路板的布局、布线的设计，并且输出 2D、3D 的 PCB 图档，以及制造 PCB 所需的档案。单击关闭。单击封装编辑器按钮。出现封装编辑器视窗，这里主要是提供电子元件封装库的管理、新增和修改。单击关闭。单击 Gerber 档案检视器按钮。出现 Gerber 档案检视器视窗，我们开启一个 Gerber 工作档案，双击Gerber 工作档案。Gerber 档案是在完成 PCB 设计后，提供给 PCB 制造厂制造 PCB 所需的档案，在发给 PCB 板厂之前，可以利用此应用程式对 Gerber 档案做最后的检查。单击关闭。单击图片转换器按钮。出现图片转换器视窗，这里是提供点阵图档转换成符号或封装图，此应用程式很适合用来制作公司标志图案。例如，我们开启一个公司的 logo， 开启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工作视窗中可以看到原始图片、灰度图片、黑白图片。确认 OK 之后，就可以汇出到档案，提供给 PCB 用。单击关闭。单击计算器工具按钮。出现计算器工具视窗，这里主要是提供4类的计算工具，分别是通用系统设计工具、电源电流和隔离工具、高速工具、备忘录工具。单击关闭。单击图纸编辑器按钮，这里是提供图纸大小及其图框内容的新增和编辑。单击关闭。单击外挂和工具管理器按钮，这边主要是管理来自 KiCad 和第三方仓库的可下载外挂包。单击关闭。最后介绍偏好设定功能表。第一个是配置路径，这里表列显示了每一个环境变数的名称跟路径，在这边也可以新增环境变数。单击关闭。再来就是管理符号库，主要是用来管理所安装的符号库，包含权益性库及工程专用库。我们在这边可以新增，也可以删除，也可以调整每个符号库的上下顺序。单击关闭。第三个是管理封装库，也是用来管理已经安装的封装库，包含权益性库及工程专用库，在这边也提供了新增和删除以及调整顺序的功能。单击关闭。再来介绍的是偏好设定，在这边我们可以对共同、滑鼠和触控板、快捷键、资料收集、符号编辑器、原理图编辑器、封装编辑器、PCB 编辑器、3D 检视器、Gerber 档案检视器、
图纸编辑器以及套件和更新等来进行偏好设定。单击关闭。最后介绍设定语言，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设定的使用界面语言是繁体中文，我们可以切换成别的语言版本，例如切换成英语，再切换成繁体中文。整个工程管理视窗与应用程式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。